第23版，这已经是第23版了。很快的，这是哪儿？兄弟，第一次来，别怕，排着呢。啊，这是医院。哥们儿，你入灵了。操，我真的过劳入灵了。B0523号，请到5号窗口。B0691号，B0691号，请到4号窗口。请 B1024号，B1024号，请到7号窗口。B1024号，身份确认，姓名林远洲，入灵原因过劳，就是一直加班那种。林远洲，男，27岁，心源性，猝然入灵，功德积分待核算，分配至重置审批科，实习鬼差。等等，我不是来重置的吗？你在质疑我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灵界管理条例第91条，任何续权分配者视为放弃人生者，立即魂飞魄散。系统显示你生前职业为程序员，直接分配。签字。有5险1金吗？下一个。跟我生前的公司一名，只是同事的物种丰富度高了一点点。你就是新来的27岁程序员，猝然入灵。行，你工位在工位最后一排，去找苏婉领物资。朝9晚9，每周6天，试用期3个月，无薪管住，管吃吗？食堂自费。996无薪自费食堂。入灵后的第一份工作，跟活着的时候唯一的区别，不会再猝然入灵了，因为我已经入灵了。我确定，科长翻到我档案某一页的时候，看见了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。一个27岁过劳入灵的程序员，档案里能有什么东西，能把一个牛头科长吓成这样？居然有18个部门，每个部门都要盖章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盖完这18个章，我就是真正的鬼员工了。这世道还真是遍地牛马呀！你的入灵证明呢？什么是入灵证明？证明你入灵了的证明呀。我人都在这里了，还要证明我入灵了？小伙子，没有入灵证明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入灵了？去1楼大厅7号窗口补办，带2张1寸照片。我没有照片。大厅有自助拍照机，20灵币。我也没有灵币。哼，你也太穷了吧！借你的，发工资记得还，不然我找老板开了你。活着要拍身份证照，死了还要拍工作照。人生不对，鬼生就是一张接一张的丑照。果然丑的独一无二。第1个章还有17个，加油吧，小伙子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哥们儿。哟，新来的吧？
要和我做朋友吗？我叫阿黑，灵界极地的。你呢？重置审批科的林远洲。你就是那个过劳入灵的程序员，久仰大名。好家伙，27岁就到这儿了。我当年活到68还是瘟疫收的。你们现代人是真拼，才盖了1个章，那你可有的跑喽。告诉你一个小窍门，在明级档案馆，你找姓王的那个，别找姓周的。为什么？听我的，准没错。加我明信啊，我每天下午在食堂吃饭。阿黑跑腿，使命必达。入灵第一个朋友竟然是黑无常，社交对象从 human 变成了 ghost， 这未来真是一片光明啊！办什么业务？我来调取3世因果档案。啥时候好啊？俺在这等了1个多小时了。名字？林远洲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找资料很费时间的，别着急啊，很快就好了。下一个。餐费从工资扣，不能取消。这8个章终于盖完了，我现在是正式实习鬼差了。唉，没想到当鬼的流程这么多。林远洲，你流程走完了吗？办完了，都在这里。系统的账号密码贴在显示器背面，有问题先查手册，手册没有的问牛科，不要问我。从清朝开始就一直在这工作，果然古人来了也得当牛马。奈何桥这么现代化呀？苏婉，他在干嘛？哦，他不会要跳河吧？喂，你不要想不开啊！有什么都好商量，别想不开，好好活着。呸，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跟踪我？没有啊，我是看到你在河边。不关你的事。重置审批科的实习鬼差，别多管闲事。明天早班，别迟到。奈何桥啊？哎，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怎么来这儿的？我来这儿干嘛？哎，算了，少管闲事，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当牛马吧。我去，我的审批单还没保存，你们也崩了？对啊，你们也崩了吗？天哪，这该怎么办？都别慌 ，IT 部门已经在处理。什么叫系统崩了？我排了他妈的3天窗口期过了，谁他妈负这个责任？孩子的投胎期限就要到了，我求求你们开开纸质通道吧！纸质审批了，你们没有纸质备份吗？灵界电脑也蓝屏。你谁啊？重置审批科的，生前是程序员。我能看一下后台吗？出去，我们在处理。找到原因了吗？找到了。一个字母的大小写，把整个灵界搞大。我要执行了。1024号到7号窗口。修复完了就回去，在这儿耗什么？刚刚屏幕上显示的是我的名字，怎么会是加密文件呢？有铁传，你手底下的人居然敢擅自闯进 IT 部门，未经授修改核心系统。规矩是灵界的根基，你连根基都守不住。秦司长的原话：擅动核心系统，调去低渠道分配科，或者直接滚蛋。
但我跟他说，这孩子就是手快，不懂规矩，但技术好。正好食堂缺人手，你去帮一周吧，长长记性。谢谢科长。下次再乱碰不该碰的，我也保不住你。来啦，牛铁柱，那酱牛派你来的吧？我不太会切菜。刀背靠着指骨，手指弯起来，慢慢来。每碗7分满，多了浪费，少了不够旺。30年了，天天梦见那场车祸。妈，你说等我考上大学就享福的。他们倒汤，你不管。喝了汤的忘了该忘的，没喝的带着该带的。看什么看？快切你的冬瓜去。你这孩子干活倒是实在。习惯了，之前在公司也是，给什么活干什么活。你跟你妈长得真像。下班喽。阿婆，你说认识我吗？我说了吗？我老了，记性不好，说过的话转头就忘。你说我天天煮忘忧汤，是不是自己也喝多了？阿婆，我妈她喝汤了吗？明天早点来啊，冬瓜还有一半没切呢。放下执念，才能重生。独立受理。现在牛科给我开了 right 权限。就差28分。你是负责我案子的，叫我老张就行。能快点吗？我闺女还在上面等着呢。单亲爸爸。老张，你的功德总分872。人道最低线900，差28分。能补吗？不能。功德积分入零时即锁定，不可追加。那我投什么？按分数线，低序投。行，当狗也行，有人养就成。闯红灯，超速，送外卖的骑手，系统不管你为什么闯红灯，只管你闯没闯。老张，你等一下。苏婉，我有个案子，功德分差28，卡在人道线下面，有没有什么能争取的？案卷号 TS20241103BJ00291。功德明细有一项没被记入，入林当日事故详情，为避让闯红灯行人紧急转向撞上路障，行人无恙，你可以申请功德复核。通过率呢？年通过率3%。剩下的内容你自己填上吧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你出去的时候，你问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会申请。证据材料我发你邮箱了。嘴硬心软。老张，我帮你提交了功德复核申请，你入林当天的行为可能还有加分空间，但结果要等可能很久。你是新来的吧？对，看得出来，老手不会帮我弄这个，嫌麻烦。小林，谢了。不管成不成，有个事儿，查查你自己的入林档案。我排队那10天跟不少鬼聊过，有个老鬼说，你的名字在系统里出现了不止1次，在一个很老的记录里，比你出生还早。不对劲的。牛铁柱看档案脸色突变，加密数据里我的名字1987年的记录，我1997年才出生。孟婆说我长得像我妈，然后装糊涂。3段残缺的代码片段，单独看都是异常，合在一起那就找后门。每一个系统都有后门，哪怕它是灵界。正好我是程序员。这是通过了！别喊，隔壁科在开会。第一个独立案件通过了，3%的通过率，我们挤过去了。人道投人。对，你可以选地区和大致方向，具体的系统随机分配。能投到小鱼附近吗？功德不够，只能选大区域。那就华北吧，离他近一点。谢谢你。查你的档案，别拖。
虽然不能和小鱼再相遇，但至少你们都在一个世界了。我送走了第一个人，不，第一个鬼，不，第一个曾经是人的鬼。又是这个编号，1987年的那条记录，他跟张德亮的案子有什么关系？下班了。好的，我马上下班。他应该没看到吧？他知道这个编号吗？如果他知道，那这件事远比我想象的更大。通知，总局决定引入幽冥集团作为外包服务商，承担部分低复杂力重置审批业务，即日分800以上的标准化案件。那我们干什么？外包能靠谱吗？上次食堂外包，汤里喝出铁钉。安静，这是总局的决定。林远洲，张德亮的案子结得不错，以后多接复杂件。幽冥集团，哥们儿，那可是灵界最大的私企，老板叫秦静，500年前还是个维慎巡查员呢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发了，现在手底下管着3万鬼。维慎巡查员，那不是体制内的？下海了呗，跟你们人间一样。不过这位下海的方式比较特别，听说他手里有个东西能看穿任何鬼的前世记忆，叫什么秦镜？一面镜子，铜的，反正我没见过。维慎巡查员下海，私企外包政务，铜镜看穿前世。灵界的水比我写过的任何一个系统都深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通知了谁？名字被遮蔽了。但有人在监控这条记录，谁查他，谁就会被盯上。忘川河底有什么东西？我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但它跟我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系统里。别再查了。昨天炒饭还5块，一觉醒来通胀了。清明，人间那边烧纸烧多了，人间烧纸钱到这边就变成续币，续币多了，货就那么些，通货膨胀懂不懂？万万没想到，通货膨胀连灵界都逃不掉。哎，够一碗豆浆，但喝了豆浆，今儿的午饭就没。老兄，最近通货膨胀的厉害，哥们儿带你搞点钱去。我要交易。功德分持仓，什么东西啊？阿黑 ，YMG 是什么缩写？幽冥集团，刑罚司的外包私企。别看了。苏婉，对不起了，包子就当救我命了，万分感恩。被记录了，我的每一次查询，每一次越界的好奇心，都被系统默默记下来了。但我不知道那个计数器的阈值是多少，也不知道最后到底会引发什么。这是个恋爱脑。你的功德分1034，够人道歉，重置流程可以正常走。那他呢？陆明，他怎么样了？再试。功德分异常垄断。VSZ 维正总局 HQ 总部 Core 核心网络，有人在维治总局内部篡改了陆明的功德数据，每一世都改，让一个反复作恶的灵魂一次又一次重新投入人道，继续伤害下一个女人。我想重置，下辈子希望能遇到好一点的人。会的。谢谢你。至少70，问题不是谁改的，是为什么改。
谁需要这种灵魂反复回到人间？灵界看来也不怎么干净，我倒要看看背后这些人想干什么。灵界也过中元节，只不过人间是祭祀亡灵，这边是亡灵接收祭祀，角色互换。孙子长这么大了。中元节阴阳通道开放，异存者情绪波动大，每年这时候都会出状况。有人接到信号情绪失控，申请紧急重置；有人接不到信号闹事儿。你留下值班。我一个人。苏婉也在。中元节的通道是双向的，你如果有想见的人，也可以去试试。想见的人，外婆2年前走了，妈妈车祸走了，爸爸不知道算走了还是没走。我有太多想见的人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别想了，干活。哎呀，终于做完了。已经走了吗？引爆！阴阳通道检测到未授权信号，来源阳间，坐标不明，性质非击败类，信号强度 S 级。S 级信号，中元节的通道只接收祭拜信号，烧纸、上香、诵经，这些都是标准格式啊。非祭拜类 S 级信号意味着有人在试图通过中元节的通道做别的事。这怎么一回事？我不知道啊！YMG 幽冥集团，他们利用中元节阴阳通道开放的窗口期做了什么？通道是双向的，不只能接收阳间信号，也能向阳间发送。他们在往阳间发什么？中元节，阳间祭灵，灵界接收。但在这一收一发之间，有人在利用这条通道做交易。我不知道交易的内容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每一条被打开的通道，最终都要有人来关。网络贷款逾期，暴力吹售，精神崩溃。孙浩然，你的逾期已通知你父母单位，你全家的照片已发送至你的通讯录好友，还有3天，不还钱后果自负。3000变47万，利息滚起来的速度比递归调用站溢出还快。张浩然，我是你的案件审批员。你是来要钱的吗？不是，这里是灵界，没人要钱。那我是不是不用还了？不用了。3000块，我就借了3000块，买个手机。大一新生嘛，看别人都用好手机。我爸是环卫工，我妈在超市当收银员，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要。然后第一个平台逾期了，利滚利，我慌了，又去第2个平台借，借了还，还了借，像滚雪球，12个平台，3000变1万，1万变5万，5万变47万。我爸扫一辈子马路也挣不到。20岁，47万，一条命不够，差166分，扣分项密密麻麻，但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，自主终止生命，跳楼，系统自动扣200分。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孩子，系统给他判了最重的扣分。规则没有错，但规则没有对。那12个网贷平台的运营者，那些设计利滚利算法的人，那些发暴力催收短信的人，他们的功德否被怎么算？系统能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扣一个20岁男孩的分，但追溯那些把他推下楼的人，功能尚未开发。这不是 bug， 这是优先级排序出了问题。谁排的？排序的人功德分又是多少？虽然不确定这个条款存不存在，但我总得试试。全体注意！全体注意！生死簿管理中心发布 S 级安全预警，生死簿副本3号于今日凌晨2点17分确认失踪。所有科室进入1级计费。生死簿丢了，那重置审批怎么做？所有依存者的数据都在上面。4号副本是记录近50年入灵者的那一本啊！本科室原地待命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岗位。林远州苏完，过来。生死簿一共有7本副本，每本记录不同时间段的入灵者数据。3号副本覆盖1975年到2025年，也就是你们这个年代的人。不管中心说凌晨2点巡检时发现的，存放3号副本的保险柜完好无损，锁没有被撬的痕迹。监控录像显示，那个时间段走廊里没有任何人出入。密室失踪，比密室更麻烦。
生死簿有防盗结界，被非授权者触碰会自动报警并锁定位置，但这次什么都没触发，要么是有人拥有最高授权，要么不自己走。生死簿是活的，它不是普通的账本，每一本副本都有微弱的灵识，如果它感应到自身数据被篡改，它会自我封存。你知道的很多。我在灵界待了200年，有些事听过。维氏总局要求各科室排查近期是否有异常数据访问记录，你负责调我们科的系统日志，查有没有对3号副本覆盖时间段的异常操作。明白。时间线清晰了，1点47分，有人从维序总局的核心服务器对3号副本做了数据校验，校验结果发现17处数据被改过，然后生死簿自己触发了封存协议，他把自己藏起来了，又是这串代码，同一个 IP， 改路名功德分的是这个 IP， 触发生死簿自检的也是这个 IP， 但这次操作的性质不同。如果说改功德分是作恶，那么触发数据校验反而像是纠错。先制造问题，再揭露问题，为什么？生死簿把自己藏了起来，而在他消失的这段时间里，所有重置审批暂停，整个灵界的行政系统停摆了。这盘棋局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怀着孩子入灵了，孩子没出生，但灵魂跟着妈妈一起来了。这种情况我没在任何审批手册里见过。灵界的技术债又欠到了关键业务上。他还在动。他 B 超说是男孩，我给他取了名字叫星辰，赵星辰。那天下班回家过马路，绿灯，我看了2边的，真的看了，但那辆卡车红灯都不停，我唯一的反应是用手捂住肚子，本能的一只手捂着，好像这样就能护住他。林审聘员，我不怕重置，我自己走就走了，但他还没来过人间，他连一口空气都没呼吸过，你们要怎么处理他？我在查，这种情况比较特殊，需要……不要说特殊，他不是情况，他是我的孩子。对不起，你也是在帮忙。不用对不起，你说的对，他是你的孩子。完全找不到共生异存者的处理先例，但维序总局现在忙着生死簿的事，上报肯定等不到回复了。阿婆，怀孕入灵的异存者，孩子怎么办？这种事儿很久没碰过了。上一次是300年前，一个难产的姑娘。后来呢？分离手术，母亲和孩子的灵魂做分离手术，然后各自走重置程序。孩子因为没有前世积累，就直接获分配一个初始功德池，算是系统给新灵魂的起步分。分离手术，他会疼吗？灵魂分离不存在物理疼痛，但他会感到孩子离开。300年前那个姑娘告诉我，那种感觉比生产更疼，不是身体的疼，是心的。这个给她分离之前喝，不是忘记，是让心暂时钝一点，能撑过那一刻。分离手术需要维序总局的特批，你去找谁批？阿婆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总要试试。我不能找他，但赵欣然等不了，赵星辰更等不了。有些事不是准备好了再去做，是做了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。重置审批科的人在吗？这个异存者我们查不到他的信息，系统显示数据不存在。入灵了但没有数据，像一个空指针，引用存在但指向的地址是纽，这到底是什么？灵魂游离态不属于任何一个重置周期，不在生死簿的记录范围内。这种异存者不是正常入灵的，它是从系统缝隙里调出来。系统缝隙？生死簿记录所有灵魂的生死轮转，但如果一个灵魂在重置过程中出了错，比如重置到一半中断了，灵魂编码锁坏了，或者被人为从轮回系统里抹除了，它就会变成游离态，没有身份，没有记录，没有归属，灵界的流浪者。一个没有身份的灵魂，不是他选择消失的，是系统把他遗忘了，或者说有人让系统遗忘了他。不能说话，你也没办法写字，那我到底该怎么跟你沟通呢？哎，对了，很久了，一直在走，到处都进不去。有人把我的名字删了。谁删了你的名字？不能说。不能说。等等。
不能说一定是有什么力量在阻止他。能从生死簿里删除灵魂记录，还能封住灵魂的嘴，这个权限等级比篡改功德分更高。我在碰一堵越来越大的墙，而墙的那一边到底藏着什么？双11用功德分购物，我活着的时候被消费主义收割，入灵了还是逃不掉。兄弟，今年的双11力度史无前例，你看忘川河畔的灵宅打3折，3折啊！平时一套要5000功德分，现在只要1500。我功德分还在待定中，自己有多少我都不知道。那你来凑热闹也行啊。功德分能存，能储值。先生您好，了解一下我们的功德储值业务，把您的功德分存入幽冥集团的专属账户，不仅享受利息增长，还能在重置时享受优先通道和去向优化公务。去向优化，简单来说，存的越多，重置时投胎的条件越好，家庭、地域、健康指标都可以优化。他们在用双11促销收割易存者的功德分，存进去的功德分真的能取出来吗？所谓的利息、本金是谁在背书？这不是储值，这是灵界版的非法集资。你们的储值业务有维序总局的批文吗？当然有，所有业务都经过合规审批，您放心。幽冥集团囤积功德分，功德分决定重置去向，控制功德分就控制了灵魂的流向。生死簿里的数据被篡改，有人在改写灵魂的命运，而那些被改了命运的灵魂，有的像陆明一样反复为祸，有的像无名一样被彻底抹除。这不是散点，是网络，一张控制灵魂流转的网。而织网的人，17处数据被篡改定性为技术故障，就像人间的矿难被定性为工人自行离场。有人想让这件事消失，而这个有权利让它消失的人，在维序总局。我知道，但你不能一直瞒着他，他迟早会自己查到。矿难应该有新闻简报啊！哎，简报呢？新闻的报道资料在哪儿呢？别找了，什么意思？瞒报了。他肯定以为我跑了，矿上的人跟他说我自己走的，说我嫌苦跑了。我闺女上初3了，下学期要交学费。周大哥，你想通过托梦告诉你妻子什么？3件事：第一，我没跑，我死了；第二，矿上赔偿金找王矿长要，合同在床底下鞋盒里；第三，对不起。托梦审批，平均审批周期2个月，但他闺女的学费3周后就要交。把矿难瞒报改成入灵原因信息未向阳间关联人正常披露，政务模板编号 TMD-07。这不就是换了个说法吗？这叫语法堂。我可等不了这么久。阿婆，紧急通道需要您签字。你为什么不走正常流程？正常流程2个月，他闺女3周后交学费。比呢？托梦系统不只能往阳间发梦，它还能反向读取阳间活人做的梦都有记录，比如一个儿子反复梦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的梦。小林鬼差，谢谢，下辈子不当矿工了。托梦系统可以反向读取，妈妈死了，但没有经过灵界，一个已故的人没有入灵记录，他去了哪里？这是牛铁柱的字迹，你被强行报名了。牛科说我个人问题影响科制幸福指数 KPI。幸福指数还有 KPI？ 上个月新考核项，总局下的文件。岳家军的，驻留800年，参加过12次联谊都没成。上次跟人家聊天，张嘴就是壮志金蚕葫芦肉，吓跑了。第103届原定3生联谊活动，32位男性，28位女性，年龄跨度唐朝到现代。平生最爱月下独酌。俺没啥爱好，就是力气大，能劈柴。苏婉，清乾隆年间，入灵213年，重置审批科高级鬼差，没有爱好。在下。你不错，
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在灵界待了200年的高级鬼差。要喝点水吗？不用，走了。清朝的时候，有人也这样看着我，别多想。我没多想，但苏婉，你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6岁，我27岁入灵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够倒霉了。红念一存者走绿色通道，重置优先级最高，正常情况下48小时内完成。那不正常的情况呢？他的功德分没有自动存移。6岁的孩子有什么功德可存移的？不是他的功德，是他的来源。哥哥，这里是医院吗？新的医院？不是医院。你还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吗？妈妈哭了，然后我睡着了，然后我到这里了。这里的叔叔阿姨脸色都不太好，是不是也生病了？差不多。这是我妈妈给我的，她说带着它就不怕打针了。普通的玻璃弹珠可不会发光。苏婉，他的功德分为什么存疑？他才6岁，白纸一张。系统生成功德分应该是0或正数，不存在存疑。系统存疑不是因为功德分是0，是因为系统检测到他身上有残留的前世功德印记，但印记的编号不存在于任何数据库里。不存在？像一个被删除的账户留下的缓存，人没了，数据的影子还在。删除的账户，又是被删除的数据。你来问小何的事。科长，一个6岁孩子身上的前世功德印记对应一个不存在的编号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前世不是正常重置的，要么是编外重置，要么是有人绕过系统，把一个灵魂塞进了投胎通道。先别深挖，把孩子的绿色通道走完，48小时内让他重置。至于那个印记的事，交给我。人道线900分，天道线2500分，这分数不仅够人道，直接够天道。传说中的上签啊！留守儿童，5岁时被人贩子在村口路上拐走，辗转被卖到2000公里外的另一个省。买家嫌他不听话，在一个冬天的夜里把他。程序员的职业素养：处理异常数据时保持冷静，情绪不要污染逻辑。你好，我叫林远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海，刘小海。叔叔，你是管我的吗？我是帮你办手续的，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什么好地方？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，比这里好。有妈妈吗？那个地方，你会有新的家人。我不要新的，我要我的妈妈。妈妈说过年就回来，她说给我带新书包的，红色的。妈妈电话号码我记得的，138开头的。后面记不太清，但我记得的，外婆教过我。6岁，功德分2847，天道都够了。可他不要天道，他要妈妈。情况怎么样？功德分远超天道，但他要找妈妈。先安置，重置流程不急，给他临时宿舍，条件弄好一点。食堂那边我跟孟婆说，林远洲在，别碎，干活的时候碎了没用。我没碎，但裂了一条缝。小海，饿不饿？奶奶给你炖了甜汤。甜的，甜的，微微甜，不苦。微糖版，标准准把太苦了，加了桂花和冰糖。好喝。我调的方子。阿婆，这是功效减半，只忘一部分，让他忘掉疼的、怕的，留下暖的、甜的，留下妈妈的。妈妈的忘不掉，那不是记忆，那是魂。刻在灵魂核心里的东西，多少碗都冲不掉。奶奶，我妈妈会来找我吗？会的，睡吧。兖州鬼差，请于明日上午总局秦境办公室报道。父，你最近查了不少不该查的东西。找上门了，有意思。
至少几10万个名字。一个数据库的物理备份，以最原始的方式呈现。看够了。我像一台被端口扫描的服务器，所有端口、所有漏洞、所有防火墙配置，在那双眼睛面前完全透明。做，茶还是水？水就行。听说你修好了审批系统的崩溃，一个大小写敏感的 bug，IT 部门40分钟没头绪，你15分钟解决。谦虚。你入灵前是程序员，这种人才在灵界很稀缺。每一步看起来都是闲棋，但都在靠近某个目的。说说你最近在做什么？日常审批，处理了几个案子。我听说你帮一个矿工申请了托梦，还有别的吗？别的，比如在系统里做的一些查询。他知道，每一次查询都留了日志，日志会被审计，这是行政体系的本能。我查了自己的入灵档案，系统提示权限不足，我比较好奇。好奇是好品质，程序员看到异常数据就想低 B， 能理解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没见一颗痣，我没有那颗痣，这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但跟你有关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。那就好，可以还给我了，你回去吧。秦静不是在跟我聊天，秦静在测试我。铜镜是测试工具，我的反应是测试数据。秦静想知道我认不认识镜中的人，而我的不认识，他信了多少？7、8分相似的轮廓，更瘦，更锐利的眼神，眉间一颗痣，灰色制服，一个穿着灵界制服的跟我极像的男人，我从未见过的父亲。他在灵界工作过。10岁那年，母亲抽屉最深处泛黄的医院单据，签名栏写着3个字，是属于那个人的。入灵日期是空白的，灵界户籍系统的第一个必须责款，比名字还重要。没有入灵日期，意味着这个人要么从来没死过，要么1987年至1993年，一个活人在灵界工作了6年，然后像被删除的数据库记录一样凭空蒸发。而我出生的时候，距离林正阳从灵界消失刚好4年。你查了你爸的名字？系统有日志。系统日志我管不了，但秦境那边的人能看到。你今天去见了他，回来就查，他们会把这2件事串起来。那你告诉我，林正阳是谁？你爸。这我猜到了。他怎么会在灵界工作？他是活人。活人进灵界不是没有先例，灵魂工程师的研究需要活体灵魂的数据。当年有一个项目0号实验。你知道的比我以为的多。我知道的比你以为的少，我只知道一些碎片。我父亲在灵魂工程司，我是0号实验体。林正阳是0号实验的主设计者之一，他设计了灵魂重置的核心算法，完全清除一个灵魂的因果链，让它变成白纸。理论阶段花了3年，1987到1990，1991开始实验阶段。他消失了，实验出了事。第一个阶段需要完全自愿的灵魂作为测试载体，你猜他选了谁？他选了自己，他把自己的因果链清除了。一个活人的因果链，鬼的因果链是封闭的，入灵了就结算了，像关闭的账本。活人的因果链是开放的，还在实时写入。他清除了一条正在运行的因果链，后果呢？家人忘了他，朋友忘了他，户籍上没有他，不是死亡，是从来没有存在过。你妈是唯一的例外，胎儿和母体之间的灵魂连接太深了，因果清除不掉，所以你妈记得有过一个丈夫，但记不清脸，记不清声音，只剩下一种感觉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秦境说，重置技术只有用在活体灵魂上才能验证最终效果。林仲阳信了他，或者说他太想证明自己的理论了。科学家都这样，为了一个答案什么都肯赌。然后他就消失了。因果链断裂后，他变得不稳定，像一棵没有根的树，风一吹就飘。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在忘川河边。他掉进忘川河了。忘川河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河，掉进去的东西不会消失，会被打散，融进河水里。
每一滴水都包含着无数灵魂的碎片。你爸的灵魂可能还在忘川河里，分散了，但没有消散，就像一本书被撕碎了扔进大海，纸还在，字还在，只是你得一点一点，一页一页捞。我是实验产物，一个父亲用自己的灵魂换来的实验品。那个实验远远没有结束。第一次见是入职第2天，深夜的忘川河边，他对着这只瓶子出神。第2次是某个加班的傍晚，他从抽屉里拿出来又放回去，但放在工位的桌面上还是头一回。蜡上有一道极细的指甲划痕，那道划痕已经被反复抚平，又被反复划开，至少200年。你今天把它带到桌上来了。牛科昨天找你了，他告诉了你多少？林正阳，0号实验，我父亲，还有忘川。清嘉庆21年，公元1816年，我入陵那一年，我有一个未送出去的东西，装在这只瓶子里。一封信。一封信，收信人姓林。姓林，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但跟你有关。不是因果上的有关，是另一种有关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我等了200年，我等的人没有来，但每一年，每一个新入职的年轻鬼差里，我都会看一眼，看他姓什么，看他眼睛是什么形状，看他写字的方式。你是第一个让我把瓶子从抽屉里拿到桌上的人。牛科昨晚跟你说，林正阳掉进了忘川河，被打散了，一本书被撕碎扔进大海。牛科没有告诉你的部分是，林正阳掉进忘川河之前，在岸边碰见过一个人，那个人是清嘉庆年间的，他已经在灵界等了将近200年。他姓苏，他没认出我，我们2个不在同一条因果线上，但他在掉进河之前，把一样东西塞给了我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这个，他姓林，眼睛跟我有点像，把这个交给他。我以为白瓷瓶里装的是苏婉200年前未送出去的信，没想到里面装的竟然是我父亲200年后没来得及交给我的信。2件事在同一只瓶子里，200年后才对上时间戳。我不拆，蜡封上有他的指甲印，我留着。瓶子给你，里面的东西你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打开。瓶身比想象中温，不是手心捂出来的温，是某种封在瓶里的200年没散的体温。第一幕在我心里收束了，我不再只是一个过工猝死的时工，我是一个父亲设计的算法的产物，是一个等了我200年的同事的收件者，是一只白瓷瓶的下一个保管者。档案丝里1987年的那张脸还在等我去找，瓶里的信我还没拆，但我已经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。档案丝，灵界最高机密存放地。牛科说过一句话，那栋楼不是建筑，是火。我以为是比喻。巡守换班间隔7分钟，你只有7分钟。够了。服务器机房在地下3层。没有机房，档案丝的数据存在墙壁里，每一面墙都是活体存储介质。地面是温的，墙壁有脉搏。这栋楼不是建筑，是一个器官。这些是档案数据。生物识别，字面意义上。不是服务器，不是硬盘，是脸。那张脸就是一份档案。张德亮，男，1990年生，功德872，入陵原因。林远洲，男，1987年。警方突发了，出来！现在！1987年的我，重置编号0，我不是第一次来灵界。
重置编号0，0意味着初始，不是被重置的对象，是重置实验本身的起点。林远舟出生于人间，2024年骤然入灵。1987到1997中间差了10年，一个灵魂从灵界消失，10年后在人间出生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流程。我花了3年攒的材料，本来不打算给任何人看。不是你，是0号实验体。37年前，灵界进行了一次秘密实验，把一个灵魂完全重置，抹除所有前世记忆和因果，然后投入人间轮回，看他能不能在没有任何业力负担的情况下，长出全新的功德轨迹。是实验品。你是灵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完全清零的灵魂，没有前世，没有因果链，没有业力基础。你的功德积分不是积累的，是从零开始生长的，这在理论上不可能。你从第一天就知道，我是0号实验的看守人，3000年长领，最后37年都在等你回来。实验没有结束，你入灵不是终点。他们在等你回来，是因为你体内带着实验数据，你的每一天、每一个选择、每一分功德都被记录了。我身体里有什么？你的灵魂本身就是存储介质，跟档案室那栋楼一样，活的数据库。啊！他们已经发现你去了档案室，走，现在就走。我是0号，唯一一个没有过去的灵魂。而现在，有人想拆开我，读取数据。功德黑市，官方叫它非法功德交易聚集点，没人管。别往下看，掉下去会落到恶轨道。2500，见义勇为的假不了3000，少一个子儿我放回去让他过期。这些功德是真的？从活人身上提取，有些人做了好事但没有入灵，他们的功德就悬置在系统里。黑市的人把悬置功德偷出来，卖给需要凑分的鬼。这些是功德期货，活人还没死，他们未来会积累的功德已经被预支、打包出售了。活人还在阳间好好活着，自己未来的善行就已经被偷走。等他们入灵那天，功德归零，就永远投不了人道了。第11殿，有人在买重置技术，不是买一次，是买整套技术方案。第11殿，灵界有10殿阎罗，哪来的第11殿？0是我的编号。有人用你的编号在卖东西，或者你的数据被人提取过一部分。计程司来了。功德黑市，灵魂被交易，善良被标价，活人的未来被提前透支，而我的编号出现在卖家栏里。有人在用我的身份或者我的数据做交易。3000年前，我是一头牛，真正的牛，替一个农夫犁了12年地。农夫对我好，冬天给我披麻布，春天让我吃最嫩的草。我入灵那天，屠宰场他不知道，他把我卖了。阎罗殿说我功德够，给我人身通道，我不要。我说我当牛当惯了，给我个差事做就行。他们就把我扔进灵界管理局，从最底层干起。3000年干到科长。37年前，他们把0号送进人间，给了我一个玻璃瓶，说里面装着0号多出来的灵魂碎片，重置时没法完全清楚的残余，让我包。37年了，你比我照顾过的任何一头牛都难测。你有东西瞒着我，从第一天起。你想听哪部分？全部。这是你的一部分，重置的时候切下来的。灵魂不像肉，切了会长回来，但长回来的和原来的不一样。你现在的灵魂是新长的，这瓶里装的是旧的。你为什么不还给我？因为还给你，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。旧灵魂碎片带着前世的记忆、因果、业力，全部会回来。你27年清白的人生会被前世的债淹掉。我看着你从婴儿长到27岁，第一次摔跤，第一次写代码，第一次加班到凌晨3点。你是我看过最干净的灵魂，我不想让旧的东西把你弄脏。3000年，从离地到守护我的灵魂，现在
你还要选择隐瞒吗？灵界体检跟人间的区别是，这里的 B 超能照灵魂。你体内有东西，不是灵魂的一部分，是被植入的。什么东西？第4层是空的，正常灵魂的第4层存储前世因果链，你的被清除了，干净的像格式化过的硬盘。不，那是重置实验做的。清除因果层需要的能量足以摧毁3个灵魂，没有任何已知技术能做到，除非那个多面体本身就是清除工具，它不是被植入你体内的，它吃掉了你的第4层，然后留在了原来的位置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体内有个东西，不知道是谁放的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怎么取出来。唯一确定的是，它吃掉了我所有的前世记忆，然后住在了空出来的地方。能取出来吗？医官说不能，它已经和灵魂核心共生了，取出来，我的灵魂会塌缩。刚才那个人，我见过那件袍子，稽查司的人穿灰袍。体内有寄生的未知物体，外面有跟踪的灰袍人。牛铁柱手里还有我的旧灵魂碎片，我的身体，或者说灵魂，已经不完全是我的了。它是好几方势力的争夺目标，而我住在里面。林远洲，例行秩序，跟我们走。他是我科的人，你们要带人走，出示稽查令。牛铁柱，工龄3000年，0号实验监护人，你也在秩序名单上。没有门，进来的时候没走路。灰袍人碰了一下我的肩膀，然后我就在这里了。空间传送，或者说，这个空间本来就不存在于灵界的物理维度里。你于3日前非法进入档案4禁区层，触碰禁区存储介质，触发建筑级警报。你于2日前进入功德黑市区域，停留时间47分钟。你们监控了整个黑市？我们监控一切。稽查司的职责是维护灵界秩序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秩序的异常。0号实验的数据存储在你的灵魂中，这些数据的价值超过整个灵界的功德总量。交出数据，我们提取体内多面体，你恢复普通鬼差身份，等待正常轮回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提取的时候，我的灵魂会塌缩。医官说的。医官的判断基于常规技术，稽查司有非常规手段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，但我们会持续监控你，直到你自己把多面体的秘密弄清楚，然后我们一起收走。你们不是想帮我，你们是想要技术，重置技术。谁掌握了完全重置灵魂的技术，谁就能修改任何灵魂的历史。是，所以这项技术不能落入错误的人手中，包括你。你有7天考虑，7天后我们会再来。3秒，在那个空间里至少过了半小时，外面只过了3秒。稽查司的能力远超我的想象，7天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几分钟。这件事不好处理啊。苏婉在哭，整个重置审批局默认苏婉不会哭，就像默认牛铁柱不会怕，默认饮水机不会坏，但他在哭。而我能做的，只有站在这里，等程序跑完。你看到了？当没看到。行。你不问？你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算了。我不是那种硬要打开别人日记本的人。200年前，清朝雍正年间。江南，我爹是教书先生，穷。我娘走得早，17岁那年，我爹死了，欠了债，债主要拿我抵债。我站在河边站了很久，然后
有人来了。他伸手拉我，我看到了他的脸，然后脚底打滑，他的手指碰到了我的手指，差了1厘米。那瓶眼泪是我入灵那天哭的。一个老人家递给我小瓷瓶，说：“丫头留着吧，到了这边就不容易哭了。200年，那是我最后的活着时候的证据。你不重置，重置了就忘了那个人的脸，一个人的脸而已，又不占多大怒存。”你的表情变了。这个人，你确定这是200年前？这张脸我记了200年，每一天，我确定。我不确定，但这个人可能跟我有关。200年的执念，1厘米的距离，一张似曾相识的脸，苏婉的眼泪不是软弱。走吧。是200年内存泄露的一触报错，而我可能就是那个没为他语句的函数。坐，等牛头消息。这是谁？我父亲，林正阳，年轻时候的照片。不一样，但是眼神，我记了200年的，就是这个眼神。时间对不上吧？200年前的人不可能刚好转世成我爹，除非他不是只转了一世。灵魂夭折，非正常入灵，系统错误，轮回周期会压缩，极端情况下200年能转5到6世。但重点不是他转了几世，重点是我为什么在灵界待了200年没被强制重置？因为你不想忘。不，正常灵魂滞留超过50年就会被强制审核，超过100年直接移交高级重置。我200年没人管过我，有人想让我留在这里。200年不重置，不是因为我倔，是笼子。精心设计的笼子，情境、因果线，灵魂之间最深层的纽带，比记忆更深，比功德更重。记忆会被重置抹去，但因果线刻在灵魂本源结构里，不会消失。所以你跟河边那个人之间，我欠他的，或者说他欠我的，救命未遂，差1厘米的救命之恩，不完整的悬而未究的因果线，所有类型里最强的，因为它没有闭合。情境需要这条线保持完整，被一个有意识的灵魂锚定。他让我以为自己有选择权。500年的布局，他要这条线干什么？你，这条因果线的另一端，不管他转了多少世，最终指向你。林远洲，情境等的就是因果线两端同时出现在灵界的这一刻。稽查司撤了，暂时的，带走了颗粒部分档案，还有你桌子抽屉里的东西。苏婉，对不住。知道了。秦境需要这条线完整，那我们就用这条线做他不想看到的事。500年的棋局，苏婉当了200年棋子才知道。我才当了几个月，区别是一子知道自己是棋子之后，棋盘就不一样了。白的在外面放风，跟紧了，别碰管壁。这气味，灵力提纯的副产物。正常的功德交易平台不会有这种味道，你快点。灵魂拆解，他们在从灵魂里抽取因果线，用提取的因果线伪造功德积分。因果线的灵力签名跟功德极其相似，足够骗过检测系统。不可能！走，现在就走。那个名字，谁？回去再说。秦境不是幕后黑手，这个认知像一颗深水炸弹，还在下沉，还没触底。但我知道，爆炸的时候，炸开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认知。灵界有十殿阎罗，这是所有灵魂都知道的常识。但秦境、秦广王在500年前改革时，从系统里删除了一个殿。第11殿，它不是被废除的。它是被隐藏的，从地图上抹掉，从档案中清除，从所有灵魂的认知中屏蔽。它还在运转，只是没有人知道。上千个灵魂悬在空中，活着，但不存在。
像待机状态的程序没有被终止，也没有在运行。灵魂改写系统，它不是在重置灵魂，它在改写。重置是擦除记忆，重新投胎；改写是保留壳子，换掉里面的一切，定格、因果、业力、本源代码，全换。换成什么？换成需要的样子。0号实验体，因果线锚定者，你们终于来了。500年。你是谁？我是被删除的那个。秦境想用你体内的多面体完成重置技术，幽冥集团想用因果线制造伪币，而我只想回到我的位置上。审判系统。第11殿本该是灵界最高审判体，审判的不是灵魂，而是系统本身。轮回有 bug， 你是程序员应该懂。你体内的多面体是我造的，500年前我把它植入0号实验体，也就是你的前世。它不是武器，不是工具，它是补丁。秦境发现了，所以他删除了我，但补丁已经装进去了。它在你体内运行了500年，现在该打补丁了。第11殿被删除的审判庭，店主说多面体是补丁，不是为了控制重置技术，是为了阻止这个补丁运行。因为如果补丁生效，整个灵界的轮回规则都会被重写。7天期限提前终止。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等到7天。林远洲，你私自接触第11殿禁区，稽查令升级为及时拘押。12个人拘一个实习鬼差，你们稽查司是闲得慌还是怕得慌？林远洲，你给我站远点儿，别溅一身鬼差血，那玩意儿不好洗。别愣着！牛头说了，他特助，你们走。他一个人，3000年的老牛，扛得住。走，小子，别回来找我，把事情弄清楚。阿黑，这条路通往哪儿？灵界的暗道不是固定的，它会变。稽查司如果拿到了暗道的灵力图谱，他们在封路。前面是灵界管辖的边界，再往前没人管。无主之地。对，我只能送到这里，白的在外面等我。林远洲，你和苏婉进去之后，不要相信任何看到的东西。无主之地没有规则，包括因果律。包括因果律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听到的、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。没有原因的事情可以发生，没有结果的事情也可以存在。准备好了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走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无主之地，灵界管辖范围之外，没有十殿阎罗，没有管理局，没有规则，连因果律在这里都是可选项。别碰，那些是迷失在这里的灵魂，碰了就会被交换。你出不去，他出去。苏婉，我差点信了，差点坐下来打开代码编辑器，继续写那个永远写不完的需求，差点以为入灵和灵界和苏婉和牛挺柱都是一个加班太久产生的梦。不是真的。他给你看了什么？生前的办公室。你呢？河边，他拉住了我。那你怎么出来的？因为他拉住我之后说了一句话，真正的他不会说那句话。
幻境编不出真实的。我认识这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孟婆的住所。她不在灵界，她在这里，在无主之地。无主之地，没有规则，没有因果律，连幻境都被骗。但在这个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方，孟婆存在，给所有灵魂熬忘记的汤的人，自己住在被遗忘的角落。坐，汤还没好，放心，这锅不是给你们喝的。您怎么知道我们会来？我知道所有人会来，因为所有人最终都会来。孟婆汤，灵魂重置前喝的，抹去前世记忆。所有人都以为它只是一碗汤，是一碗汤，也是一段程序。你们程序员怎么说来着？垃圾回收机制。我不是熬汤的，我是运行垃圾回收的进程。记忆要被清除，但记忆不能真正消。他要去一个地方，这里每一个喝过孟婆汤的灵魂几十亿个，他们丢掉的记忆全在我这里。从轮回系统运行的第一天起，所以你记得所有人的一切？记得，忘不掉，这是代价。你来问多面体的事，我知道。500年前，第11殿的殿主来找我，他说轮回系统有 bug， 灵魂在反复重置中会产生数据衰减，转世越多次，灵魂完整度越低，到了某个临界点，灵魂会崩碎。不是入灵，不是消散，是从根本上不存在了。所以多面体是补丁，但不是普通补丁，它需要一个载体，一个灵魂来运行。这个灵魂必须被完全重置，清除所有前世因果，才能承载补丁的运算量。0号实验就是为了造出这样一个载体。你不是实验品，你是药，给整个轮回系统吃的药。如果补丁运行会怎样？轮回系统重启，所有灵魂的数据衰减被修复，但运行补丁的载体你会被格式化，不是重置，是彻底清空，连灵魂本身都不会留下。所以我是一剂药，吃了就没了。是。喝口水，不抹记忆，只是水。孟婆记得所有人一切的人，她住在无主之地，不是因为被放逐，是因为几十亿人的记忆太重了，灵界承载不住。她一个人扛着所有人丢掉的过去，在世界的边缘熬汤，而我是给这个系统打的最后一个补丁，代价是我自己。不行。什么不行？你在想的那个不行。如果补丁不运行，灵魂数据衰减会持续，迟早所有灵魂都会崩碎。那是系统的事，不是你的命。苏婉，200年前有个人差1厘米没拉住我，我记了200年。你现在告诉我，那条因果线的另一端要自己把自己删了。孟婆，有没有第3个选项？不运行补丁，也不放任不管的？有，但那个选项需要有人替你承受格式化。我来。你疯了！我在灵界待了200年，没有重置，灵魂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冗余，我的记忆层比任何普通灵魂都厚。如果把我的灵魂作为缓冲期，替代你承受补丁运行时的格式化冲击，理论上你能活下来。你呢？200年的记忆会被全部清空，包括那张脸。不行。你说不行没用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找到你们了，不容易。无主之地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，我花了相当大的代价撕开这道口子。你来抓我？抓你？我要抓你的话，
不需要亲自来。他告诉你补丁的事了？告诉了。他告诉你运行补丁你会被格式化？告诉了。他没告诉你的是，500年前我删除第11殿不是因为怕补丁运行，是因为补丁有副作用。补丁确实能修复数据衰减，但重启轮回系统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时间窗口，大约3秒。这3秒里，所有灵魂的保护机制失效，所有的。如果有人在这3秒内动手，幽冥集团组织架构图最上面那个名字，那个人就在等这3秒。不运行补兵，灵魂会慢慢崩碎；运行补兵，会出现3秒的全体无防备窗口，有人在等着利用它。苏婉要替我去死，秦静不是来抓我的，而那个幕后的名字我还不知道是谁。每一个选项都通向灾难，没有正确答案。让我理一下：补丁运行，修复衰减，但我被格式化，且出现3秒窗口，让幕后黑手动手。不运行，灵魂慢慢崩裂，所有人完。苏婉替我承受，他失去200年记忆，但窗口问题依然存在。总结得很准确，你确实是程序员。所以关键不是运不运行补丁，是怎么堵住那3秒窗口。秦静，你管了灵界500年，3秒钟的系统无防备窗口，你没有应急预案？有，但需要一个条件：稽查司全部撤回防线，10殿阎罗同时锁定各自辖区，所有灵力通道关闭。这意味着我要向其他9殿承认第11殿的存在，承认我500年前隐瞒了它。你丢不起这个脸。丢得起？我不回去，几十亿人的记忆太重了，走不动。孟婆，补丁运行之后，那些记忆会怎样？系统重启，垃圾回收机制重置，那些记忆会被重新分配，回到他们本来的灵魂里。每一段初恋，每一次背叛，每一个遗憾，回到该记得他们的人那里，然后我就空了，空了好，扛了太久了。谢谢您。去吧，回去上班。灵界离了谁都转，但转得不太好看。走吧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秦广王亲自带人回来，看来事情不小，不小。你们2个先回办公室吧。通知10殿，全体会议。是。回来了。从无主之地，从孟婆的小屋，从一个每个选项都通向灾难的选择题里，最后的答案不是哪个选项，是改变题目本身。补丁要运行，窗口要堵住，秦静要摊牌，幕后的人要被揪出来。而我，一个过劳入灵的前程序员，要给整个轮回系统打一个500年前就该打的补丁。灵界的水永远是凉的。习惯就好。坐。本源印记我可以交，条件是开放重置自由选择权，每个异存者自己决定要不要重置，什么时候重置。你知道你在要什么吗？你在要我拆掉500年行政体系的核心逻辑，也拆掉了996和无薪实习。你的条件我答应。我准备了17套谈判话术，5个备选方案，3条退路。产品经理说这个需求不用改的时候，要么是你赢了，要么是他根本没在。流程还是要走的。本源印记交接需10殿见证，准备期2周，这期间回去上班。元州，你跟你父亲很像，都喜欢在不可能的地方找出路。稽查司的人，果然，那就看谁演得过谁。谁把绿萝放我工位上的？科长上周移的，说空着浪费，你搬倒数第2排去。灯光闪得跟审讯室似的，巧了。到位了吗？我在秦静办公室隔壁的文印室，他安排我当联络员，每天把你的动态报告给他。监视我的人是你，给我传情报的人也是你，双面间谍。他让我每天写3份报告，早中晚，
细到你几点上厕所。该加班加班，该打饭打饭。在秦静动手之前，我得像一个毫无威胁的小鬼差。秦静答应的太爽快了，不是我赢了，是他根本没打算遵守协议。林哥，林哥，滞留者社区那边300多号人，随时能动，就等你信号。再等等。秦静在看着，苏姐让我带的，说你看完就烧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表面是一个处理重置申请的普通鬼差，底下是一张正在成型的网。2周之内准备完毕。提取设备已从第5殿调过来了。小苏，今天的报告准时交。是局长。本源印记候选载体找到了，14个名字，前13个标注都一模一样，全部是已提取消散。13个无根魂，秦静用了3000年迭代技术，每次失败复盘优化再试。第12号明朝女刺绣师，提取成功率89%，即刻消散。林远洲97%成功，3%消散。他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。我爸不是抛弃我，他是第13号。他发现真相后，带着本源印记跑了，为了保护一个还没出生的人。爸，我知道了。你爸的。我叫林正阳，如果你在看这本笔记，说明我已经不在，也说明秦静找到了你。27年加上入灵后这段时间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话。本源印记不是武器，不是代码，它是一把钥匙，打开第11殿的钥匙。我本来可以拼一拼，但我的灵魂强度不够，强行激活我会消散，印记也跟着消失。我需要时间让印记在下一代身上自然生长，所以我选择逃。对不起，儿子，爸爸没能陪你长大，但爸爸把能留的都留给你。我记不清他的脸，但记得那双手的温度。牛哥，你认识我爸多久了？62年。他来报道那天，也跟你一样，问我有没有五险一金。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3件事：笔记本给你，照顾好你；还有，他说他儿子要是跟他一样轴，就替他多骂2句。牛哥，第11殿在哪儿？忘川河最深处，所有地图上都找不到。秦静把他从所有记录里抹掉了。但有一个人知道路。谁？孟婆。父亲留给我的不是逃避，是一整条路，一条从60年前就开始铺的路，而我是终点。牛铁柱，工号 G0037，3000年的活化石。多少任局长换了，你还在？林远洲在哪？他的本源印记觉醒到什么程度？下一步的计划？我是他科长，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。包庇逃犯，功德分清零，永久消散。你老婆，你那个刚考上灵界公务员的儿子，你把他们扯进来。2个选择：交人、保平安、沉默，全家受处分。2个都不选。牛哥，告诉小林，他爸留的东西不只是本源印记。还有，牛哥，牛哥，牛哥被抓了，他引爆了3000年的功德分，就为了给我30秒。
他最后说了什么？他说你爸留的东西不只是本源印记，还有3000年，他用3000年的全部身家给我传了半句话，我不能让这半句话白费。联络孟婆，计划提前，今晚就走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下去之后不能回头，河底不是水，是记忆，所有人的记忆，不管看到什么，不要停。你跟你爸真像，他也来过，60年前走到一半回来了，灵魂强度不够。几千年的记忆沉在河底，我看到太多的生，太多的死，太多的轮回。不要停。镜子里映出的不是我，这就是重置循环原本的样子。万物生灭，自然流转，在一切管理之前。这是什么？师父，我把人带来了。师父。多久了？500年。镜子还在，他没能毁掉它。无根魂，而且体内有钥匙。你是第几个？第14个。前面13个都没了吧？秦镜500年了，他还在做同样的事。我是最初设计重置循环的人，比十殿维序观更古老。500年前，秦境用集体遗忘术封印了我，篡改了所有人的记忆，所有人都忘了我存在，忘了重置循环原本不需要任何人控制。本源印记不是代码，是一把钥匙，可以重启自然循环，也可以彻底关闭循环，让所有灵魂永恒存在。秦境想要的是永恒存在。永恒存在意味着永恒统治，但使用钥匙的人自身会被重置循环吞噬。你愿意吗？被吞噬比消散更彻底，连被遗忘的资格都没有。但如果不用这把钥匙，那13个消散的前辈，牛哥的3000年，我爸60年的等待，全部白费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忘川河里埋了监测灵纹，500年前封第11殿时就埋了。林远洲，我给了你机会，你选了最蠢的那条路。拿着，打发光的地方。孟婆，依存者们，为了自由而战！杀！让一让，送信的起点。左边是……不对，这地图拿反了。往右，右边。婆，信。林远洲，我有你在意的人。林远洲，不要管我！他知道我的弱点，不是代码，不是逻辑，
是人。很简单的交易，本源印记换他。你是程序员，应该懂等价交易。别答应他，他拿到印记会关闭重置循环，所有灵魂都会被困死。他在灵界等了200年，你舍得看他消散？不用选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秦境控制你靠的是因果线，我和你之间的因果线。我喝了孟婆汤，因果线就断了，他就拿你没办法。你会忘记一切。200年前那个河边的人，不管是不是你，我都不后悔等。这次换我救你。替我记着。他走了。200年的等待，一碗汤，全部清零。有些东西，连孟婆汤都抹不掉。愚蠢！苏婉的牺牲撕开了什么？像一段被注释掉的代码，突然被解开了注释。我看到，爸留给我的不只是钥匙，还有一段记忆。他找到了第3条路，不是恢复旧秩序，不是维持新秩序，是第3条路，让灵魂自己选择。想走自然循环的走自然循环，想留的留，想自主选择重置方向的自主选择，把权力还给每一个灵魂。我没来得及做到，但你可以。去吧，儿子。不可能，印记不应该这么快觉醒。秦境，我不跟你谈了，我要召开10殿会议。你以为你有资格？本源印记持有者的召集权，第11殿殿主授予的，这是钥匙的另一个部分。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很清楚。实施第3条路需要2个条件：本源印记持有者的意志和10殿维序官中至少5个的同意。投票，500年来第一次。各位维序官，我是林远洲，本源印记的持有者。我申请启动第3条路，灵魂自由选择制度，不是恢复旧秩序，不是维持现状，是让每个灵魂自己决定走自然循环、留置，还是他自主选择重置方向，把权力还给灵魂自己。荒唐！没有管理的灵界会变成什么样？500年前你们都见过。赞成让灵魂自己选，我们的工作量反而会减少。反对！没有强制管理，谁来维持秩序？弃权。数据不足，无法评估。赞成。看够了强制重置的悲剧。反对！反对！系统运行稳定，不许改。赞成。灵魂不是资源，是生命。反对。赞成。有趣，试试无妨。林远洲，你知道你在要求我们放弃什么吗？放弃权力，
你觉得我们会？这不是一道代码题，没有标准答案。他问的不是逻辑，是人性，或者说是鬼性。我不投空票，但我要看到证据。第3条路运行起来是什么样？用你的本源印记在这里展示一次模拟，让所有人看到。如果可行，我投赞成；如果是混乱，我投反对。模拟不等于现实，这只是我说了算。第11店店主教我的，本源印记可以投射镜像。有人选择走，有人选择留，有一点混乱吗？有，但每个灵魂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赞成。通过了。投票？你们以为投票就能改变一切？500年来，我吸收了无数消散灵魂的残余力量。你们以为一次投票就能推翻我？你一个入灵不到1年的小鬼，凭什么跟我对抗？不是武力对抗，是意志。本源印记和铜镜本质上是同源的，一把钥匙和一把锁，他们会共舞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你赢不了，因为你在用恐惧驱动，恐惧有极限。不，关上！他曾经也是善良的，直到他最爱的人被自然循环带走。你想控制重置循环，是因为你不想再失去任何人。闭嘴，你不懂。你的方法让所有人都失去了自由。你用控制来对抗失去，但控制本身就是另一种失去。那你告诉我，有什么办法能不再失去？没有，但可以选择怎么面对。我见过很多人做选择，但没有哪一次比这一次更重。你比你父亲勇敢。父亲，他也怕，他怕失去你。我也怕，但有人教我，怕的时候也可以往前走。帮我跟孟婆说一声，她的汤味道还是那么难喝。臭小子，嫌难喝你倒是早点喝呀。
500年的暴君，3500年的痴情人，我恨不起来他。啊！我的金丝边眼镜呢？你在干嘛？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的。碎了，这是林远洲拿胶给你粘上的。孟婆，想见他，其实也不是不行。自然循环开了，缘分这条线还在的话呢，他选了自然通道，快得很，大概3年。3年，跟试用期一样长。这次我等他。林哥，这个异存者想走自然通道，但因果线有分叉，让他自己选，哪条都行，系统兼容。可是以前的流程，现在的逻辑是用户优先。都给我加班！不对，今天周日，全部都出去给我休息去，都给我去玩。哪边是东，哪边是西？哇，挺好吃的。哎，1024号，请到7号窗口。1024号，请到7号窗口。1024号，1024号在哪里？入陵原因：车祸。过马路的时候在看手机，挺蠢的。不蠢，我是加班猝死的，更蠢。你好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？我们见过。在哪里？说来话长，你有时间吗？我好像有的是时间。入陵之后，我发现灵界也有996，也有甲方，也有改不完的需求。但至少这一次，我有编制了，有同事了，有一个值得等的人了。至于他什么时候能想起来，不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